别老是觉得浓缩喝多了就睡不着了。在众多冲煮方式中，浓缩咖啡都排不上前3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窝娃的咖啡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看看哪种咖啡冲煮方式劲儿最大。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影响一杯咖啡的咖啡因含量的要素有哪些。可以大致先分为3个阶段：生豆、烘焙程度、制作。其中制作所产生的影响变量最多，包括器具的选择、冲泡时间、水温、压力、研磨度、水的类型、水粉比例。一颗咖啡豆含的咖啡因首先取决于它的品种及产地。以最常见的2大咖啡品种来说，罗布斯塔的咖啡因含量约占自身的 1.2% 到 2.4%， 阿拉比卡则大约在 0.9% 到 1.4%， 通常只是罗豆的1半。咖啡因作为一种生物碱，在植物中，这种物质可以防止昆虫的侵害。由于阿拉比卡的种植地海拔较高，并虫害较少，故咖啡树不需要分泌过多的咖啡因来抵御虫害。而罗豆的主要种植地海拔较低，故罗豆需要分泌更多的咖啡因来抵御虫害，所以罗豆咖啡因含量要高于阿拉比卡。烘焙咖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，它会改变咖啡生物活性化合物的含量。虽然咖啡因是一种热稳定的生物碱，但在烘烤过程中还是会有所损失。烘焙过程中，咖啡豆毛孔关闭，这有助于豆内无机气体的积累，然后内部压力增加，导致咖啡豆破裂，这就是烘焙时会听到爆裂声，并且随着烘焙气体排出，少量咖啡因也会被释放。因此，烘焙温度越高，咖啡因的流失也可能越大。还有实验表明，咖啡因的减少受到2种烘焙类型的影响：高温短时间和低温长时间。在制作对咖啡因的影响中，首先来看研磨度。研磨本身对咖啡因没有影响，但是研磨的粗细程度却会在制作中产生很大影响。例如，较细的咖啡颗粒与水的接触面积较大，在制作咖啡的过程中会对物质的提取产生积极的影响，从而影响咖啡因的多少。再来看水温，水温会对咖啡因含量产生显著影响。咖啡因在20摄氏度时可适度溶解于水中，在80摄氏度时被快速溶解，在100摄氏度时达到峰值。因此，咖啡因的溶解度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加。压力也是获得咖啡因含量的要素之一，但通常与选择的冲煮方式相关，例如手冲滴滤法、咖啡机、爱乐压等。以浓缩咖啡机为例，研究人员分析了不同压力值7 bar、9 bar、11 bar 对阿拉比卡咖啡豆和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拼配豆咖啡因含量的影响，最后得出结论是，恒定温度下压力的增加对咖啡因提取的影响很小。给出的建议是，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拼配豆的最佳萃取条件为92摄氏度7 bar， 而阿拉比卡为92摄氏度9 bar。水的种类对咖啡因本身没有影响，但是对咖啡口感与风味有着很大的影响。以后我们找机会专门做视频为大家讲解。水粉比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，在冲煮方式一定的情况下，咖啡粉与水量关系成反比，而冲泡时间与咖啡因成正比。好了，在大概了解咖啡因的影响因素后，我们有请1号选手速溶咖啡。速溶咖啡咖啡因含量直接标得很清楚，比如这个雀巢咖啡约50毫克，加多少水都是这些了。很多人都觉得速溶咖啡提神效果很有限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如果想提神，可以尝试一下加量。紧接着就是手冲咖啡，手冲最能体现一杯咖啡的风味，可以充分提取出一杯咖啡的可溶物。一杯手冲咖啡15克粉，咖啡液约195毫升，咖啡因含量约为90毫克。当然，我们从烘焙度对咖啡因的影响中可知，浅度烘焙的豆子咖啡因含量要高于其他烘焙度的咖啡豆，所以有时手冲咖啡也会有很大的上头感。然后就是被寄予厚望的 Espresso， 由于 Espresso 经常被作为各种咖啡的基底，所以美式、拿铁、卡布奇诺之类的都归于 Espresso。由于水粉比例关系，20克粉，咖啡液约40克，咖啡因含量约100毫克。如果说比的是咖啡因浓度，那 Espresso 肯定是当之无愧的第一。接下来是种子选手法压壶。之所以把法压壶最为种子选手，是因为法压壶水温高，冲煮时间长，所以咖啡因含量也会更高。20克咖啡粉，咖啡因含量约高达135毫克。随后是2号种子选手冰滴。冰滴咖啡的水温虽然很低，但是萃取时间长，一杯冰滴往往需要8到10个小时，可以溶解出咖啡粉中绝大多数的咖啡因等物质。20克咖啡粉，咖啡液约200毫升，咖啡因含量约为135毫克。看完冰滴，再来看冷萃。冷萃和冰滴一样，温度低，但是萃取时间更长。一杯冷萃约需要12到24小时，而且是浸泡式萃取，咖啡因被充分溶解释放出来。
20克咖啡粉，咖啡液200毫升，咖啡因含量约为140毫克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感觉喝了一杯极其浓郁的 espresso， 但是没啥事儿，但是喝了一杯柔和的冷萃咖啡后，手都开始哆嗦，就是因为咖啡因摄入太多了。咖啡因虽能提神，但请根据自身身体素质酌情选择咖啡豆和制作方法。好了，关于咖啡因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